一对同卵双胞胎宇航员20岁生日时自愿参加了一项实验，特拉将留在地球上，而史黛拉将登上一艘太空船。史黛拉的飞船将去距我们10光年的一颗恒星，飞船速度是光速的 86.6%， 然后再以该速度返回地球。当他们准备分别时，这对双胞胎也想知道他们再相聚时会发生什么。1光年指光在1年中传播的距离，所以史黛拉的旅程应该是23年。但是通过研究狭义相对论，他俩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。首先，与静止的观察者相比，物体在空间运动的速度越快，时间就会过得越慢。这种关系可以用洛伦兹因子来量化，这是洛伦兹因子的定义公式。其次，观察者在静止状态下测量的移动物体的长度将收缩相同的因子。当速度为光速的 86.6% 时，洛伦兹因子为2，意味着飞船上的时间减慢为原来时间的1半。当然，史黛拉觉察不到时间在变慢，因为飞船上所有基于时间的进程也都会变慢。时钟和电子设备，包括史黛拉衰老速度在内的生理活动，以及她对时间的感知。移动飞船上，史黛拉的时间变慢了。唯一能觉察到这一点的人是在惯性或非加速参考系中的观察者，譬如在地球上的特拉。因此，特拉得出结论，当他俩在地球上再次相遇时，他将比史黛拉年龄大。但这只是看待这件事的一面，因为所有运动都是相对的。史黛拉认为太空船静止不动，而是包括特拉在内的整个宇宙都围绕它运动的说法同样有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特拉的时间将减慢为原来的1/2，而最后年龄更大的是史黛拉，而他俩不可能都比对方年长。那么哪种说法正确呢？这种明显的矛盾被称为双生子杨谬，但这并非一个真正的悖论，只是狭义相对论易被误解的一个例子。为了实时检验他们的理论，2个双胞胎商定，每1年过去的时候都向对方发出光脉冲。与其他物体不同，无论观察者的参考系如何，光速始终是恒定的。无论是发出去的光还是收到的光，从地球发出光脉冲的测速与从飞船发出光脉冲的测速相同。因此，当双胞胎中的一人观察到光脉冲的时候，即可测得另一人的1年的时间加上2点间传播所需的时间。我们可从图表上观察所发生的事情。X 轴表示距地球的距离， Y 轴表示所用的时间。从特拉的角度看，它的轨迹是一条垂直线，距离为0，并且直线上的每个刻度相当于它所感知的1年。史黛拉的轨迹首先从相同原点出发，延伸到1点，其时间坐标 11.5 年，距离坐标是特拉的距离10光年，然后再汇合到0距离和23年的时间点。在特拉的第1年，它将从地球发出光脉冲，射向史黛拉的飞船。由于光需要1年才能传播1光年，因此其轨迹将是一条45度对角线，而且由于史黛拉正驶离光线，等光线追上它的时候，特拉已度过了7年多，史黛拉度过了4年多。等到史黛拉观察到特拉的第2次光脉冲时，已是在返程途中，但此时的他正朝着光源前进，光到达他的时间会缩短，而且他会更频繁地观察到光脉冲。这意味着在旅程前半段，史黛拉会观察到特拉衰老减缓，而返程时他则观察到特拉加速衰老。同时，对于史黛拉来说，特拉、目的地和整个宇宙似乎都在围绕他移动。由于长度的收缩，史黛拉观察到他俩的间距离缩小了1半。这意味着从史黛拉的角度来看，每段行程仅需约6年的时间。当他向地球发送第1个信号时，对于特拉来说已经过去了2年。史黛拉在前往恒星的旅程中将再次发出4次光脉冲，一次比一次离地球远。等特拉观察到史黛拉返程中发出的第1个光脉冲时，时间已过了21年多。对于史黛拉返回地球的剩余旅程，特拉每年都会收到多个光脉冲。因此在分开的23年里，特拉观察到在 90% 的时间里，史黛拉减缓衰老，而在最后的 10% 时间里，他则加速衰老。这种不对称解释了为何该悖论并非真正的悖论。
尽管双胞胎二人都见证了彼此的时间加速和减速，但史黛拉看到的是时间均等的加速和减速，而特拉在大部分时间里看到的是史黛拉减缓衰老。这与每个双胞胎所测量的对太空航行的结果是一致的。该过程需要23个地球年，但飞船上只有11.5年。当双胞胎团聚时，特拉43岁，而史黛拉将会是31岁。史黛拉出错是因为她的假设错了，即假设她和特拉都是惯性观测者。作为惯性观测者，必须相对于宇宙的其余部分保持恒定的速度和方向。特拉一直处于静止状态，因此她的速度恒定为0。但当史黛拉改变方向返程时，她输入的参考系与开始时的参考系不同。特拉和史黛拉现在对时空工作原理有了更深了解，而且作为一对相差11岁的双胞胎，他俩是狭义相对论的完美典范。想要理解著名的悖论，观看这段视频，了解薛定谔的猫这个难以捉摸的思维实验。同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不断学习新知识。